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阳气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。如果阳气不足的话，抵抗力就会下降，这时也会引发多种疾病。所以平时要多补充阳气，建议大家要做好3件事儿。第一件，经常运动。阳气不足的人，身体呢也会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。如果平时能够积极的进行体育锻炼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打太极拳等，不仅能增强免疫力，也能够提升阳气。第二件，多吃温补食物。阳气不足的人可以用食疗的方法进行改善，适当吃一些温补性质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牛肉等，或者呢吃点黑枸杞。黑枸杞药用价值高，营养丰富，也有补充阳气、养肾护肾的作用。第三件，多晒太阳。那没事啊，多到户外晒晒太阳，也有利于激活阳气，而且呢，晒太阳还能够促进身体钙质吸收，对身体健康。心脏跳得有点快，这是怎么了呢？哎呀，该不是心脏出现什么问题了吧？那想要知道心脏好不好，大家不妨观察一下脚部，如果这个地方变厚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脚后跟和小腿之间的跟腱部位。大家都知道，脚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而跟腱也是身体中非常强健的肌腱。如果发现跟腱这里变厚了，就可能是在提示你胆固醇过高了。因为在血液流动的过程中，很多胆固醇堆积在这里，跟腱就会变得很厚，甚至这里的皮肤还会发黄。主要呢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的情况，对心脏的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如果发现跟腱越来越厚，就要小心心脏疾病可能离你越来越近。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，尤其呢是经常久坐不动的人。那怎么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呢？首先要坚持运动，避免久坐不动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，还有可以坚持泡脚和脚部按摩，这些都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流动，避免胆固醇沉积，对心脏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心脏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心脏出现问题，很可能会威胁生命。那怎么能知道心脏好不好呢？不妨做一个小测试，这个方法就是摸手腕。正常情况下，脉搏的跳动应该是每分钟60到90次，过快或者是过慢都是不好的。大家测试的时候可以平躺，全身放松，保持3分钟，然后用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搭在一只手腕后桡动脉处，呼吸保持均匀，感觉一下自己的脉搏跳动。如果频率正常，说明心脏还很好；如果不正常，最好检查一下心脏。那日常保护心脏还要记住2宜2戒。1、宜补水，每天多给身体补水，尤其是早上起床后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排毒，对保护心脏有帮助。2、宜早睡，如果熬夜对心脏健康是非常不利的，若每天保证早睡，有好的睡眠质量，这样心脏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。3、戒久坐不动，长期久坐不动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容易给心脏造成伤害。4、戒烟酒，经常吸烟喝酒也会损害心脏健康，所以想要心脏好，最好戒烟戒酒，这样可以减少对心血管的伤害。血管堵塞，全身遭殃。想要知道血管堵没堵，摸2个地方就知道。第一个地方，腿部。大家可以按压一下自己的腿部，如果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粗，而且按压的时候出现坑，就可能是水肿了，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就要小心血管堵了。第二个地方，脖子，可以将自己4个手指放在脖子一边，感受一下颈动脉搏动，如果一侧比较弱，甚至没有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血管堵塞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养护好血管。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让气血一通到底。坐在床上或者是椅子上，将一只脚的脚跟着地，然后以脚后跟为支点，带动脚部上下的运动，做20次，再换另一只脚也是做20次，每天早中晚都做1次。那经常做这个动作，可以让血液流通顺畅，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很好的养护血管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让血管越来越好。血糖高
高血糖对身体都有很大危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控制好血糖。通常降血糖我们都是通过药物，其实在农村有种降糖树，用几片叶子泡水喝，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。这种降糖树是一种稀有的热带植物，有很强的药用价值，原产于澳洲，不过现在农村也有人种植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可以帮助调节机体胰岛素功能的恢复，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用它的叶子泡水喝，能够帮助调节血糖。除此之外，这种植物对血压高、血脂高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，大家呀可以用它试一试，对血糖平稳有帮助。不过想要降血糖，平时呢还是要多运动锻炼，控制好体重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，少吃含糖的食物。最重要的是按时吃降糖药，这样才能保证好身体的健康，预防并发症的出现。糖高的人若出现3种情况，小心并发症找上你。表现1：皮肤瘙痒和干燥。血糖高的人，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，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，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。表现2：视力下降。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，如果出现视力下降、视物模糊，最好及时检查一下，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。表现3：腿脚发凉。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，要小心是糖尿病足，建议大家检查一下。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，要提高警惕了。那想要控制好血糖，日常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改变饮食，平时保证3餐规律，营养均衡，最好少食多餐，不能吃得过饱，尽量不要偏食，这样有助血糖稳定。第二，适当运动，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，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，最好是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广场舞、太极拳等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液流通顺畅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。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，血液就会变粘稠，血管出现堵塞。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？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。如果蹲时间长了，出现气喘、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助清理血液垃圾，预防血栓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上叠放，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。做完再换右手，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，还能帮助保护心脏。每天做3到5分钟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高血脂，如果平时吃了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。血脂高对身体有很多危害，经常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胸闷、心痛等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，帮助血脂降下去。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躺着就能做。每天睡觉前可以躺在床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自然的放在身体两侧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大腿和地面垂直，小腿和大腿垂直，脚尖朝向天花板，这样保持5到10分钟。这个抬腿的动作可以促进气血运行，使气血畅通，而且抬腿时会流汗，能够把身体内的酸性毒素排出，将血中脂肪燃烧掉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效果。不过要每天坚持做才会有效果哦。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想要降血脂，大家平时在吃完饭后可以拿出去走一走，每次走半小时以上，不仅可以促进消化和吸收，还有利于血脂的降低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